要欣賞到西貢壯麗嘅山勢奇觀，除咗萬宜水庫東壩之外，其實喺水庫嘅一帶，一個叫做白蠟嘅地方，有一個海蝕拱叫做木棉洞，亦能夠欣賞到令人嘩然嘅山勢地質奇觀。隨住風季嘅來臨，亦能夠感受到沿海一帶木棉洞內外澎湃震撼嘅海浪衝擊，領略到大自然四季變更嘅奇妙。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呢一啲都係書本上體會唔到嘅感覺。其次，白蠟灣亦係一個簡單易去嘅美麗沙灘，水清沙幼，既係沙灘亦係石灘，朝向東南面，係一個露營睇日出嘅絕佳勝地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一齊遊走白蠟一帶各處嘅美景，呢一個值得嚟嘅地方啦。請大家訂閱 David 大衛嘅頻道，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拍片動力。大家好，我係 David， 今日前往白蠟，我就會喺彩虹站嘅 C 出口靠右轉右，穿過隧道上地面，行前多幾步就會有92號巴士，坐到總站西貢市中心，車費6個8。朝早上去白蠟灣呢，係冇一架巴士或者小巴可以去得到，我哋只能夠搭的士入去。落車之後呢，我哋喺巴士站嘅左手邊行過隔籬呢，就有綠的嘅的士站。要去白蠟呢，最好揾多3個朋友一齊夾的士錢呢，就會平啲啦。今日喺 YouTube 社群上邊又招募咗2位嘅山友一齊探險，咁同司機講呢，喺白蠟嗰度落車呢，佢就會識去噶啦。途中會經過萬宜水庫西壩，真係非常之靚啊！亦都可以望到好多隻牛牛。坐大概20零分鐘嘅車程呢，我哋就可以嚟到白蠟呢一度啦。可唔可以留低你個電話咁樣？好啊，9042。車費呢大概111個1。如果有4個人呢，除翻開每人呢就係30蚊。落車之後呢，呢一度就係白蠟村啦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係沿住呢一條非常之長嘅斜路一路行到落底啦。咁啊，俾個 tips 大家呢，記得呢落車嘅時候問司機攞埋個聯絡電話，等你離開嘅時候呢，問下佢可唔可以載埋你走。司機通常都會駛入去東壩嗰度等客，所以走嘅時候呢都幾難截到的士。最好臨走前15分鐘就預約好的士，又或者自己揸車嚟就更加方便啦。呢條1公里長嘅路呢，大概要行10零分鐘。落到底呢，我哋就可以望到一個草坪，右手邊就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去沙灘。呢個咁靚嘅沙灘呢，都係一個幾熱門嘅露營勝地。地方靚，而且比起浪茄灣呢更加容易到達，因為我哋只需要不斷落車。同樣佢都係一個睇得到日出景致嘅地方，而且周邊補給設施非常充足，所以我都幾推薦呢一個露營地方俾大家。嗱，話咁快呢，我哋就嚟到白蠟灣啦。咁白蠟灣呢個士多呢，就畫咗一幅好靚嘅彩繪地圖。咁我哋陣間嘅路線呢，就係由呢一度遊走到去木棉洞，再翻返轉頭就係今日嘅旅程啦。行前多幾步，呢一個咁靚嘅白蠟灣沙灘呢，就呈現喺大家眼前。有幾靚呢？等我哋一齊鑑賞一下啦。呢一個沙灘有沙有石，既係沙灘亦係石灘。再走落啲沙灘望一望先。其實呢一個白蠟灣沙灘呢，亦都係鄰近浪茄灣嘅，所以其實2個沙灘呢都有一定嘅相似度。同樣都係水清沙幼，非常之靚。今日打住5級風，所以今日嘅風浪都係非常之大。從呢度一邊觀浪，一邊感受吹來嘅涼風，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等我哋一齊慢慢走過去，面向大海嘅右手邊。呢個白蠟灣沙灘呢，雖然就冇大浪灣4個灘同埋浪茄灣咁純潔淨白，不過呢一個沙灘呢都有佢嘅優點。第一點就係呢一個沙灘同樣都可以望到日出。第二點就係呢一度有士多可以進行補給，同埋亦都可以租借一啲水上活動嘅設施，例如係直立板同埋獨木舟。第三點就係呢個沙灘係喺眾多可以睇到日出嘅天然沙灘之中，最容易可以到達嘅沙灘，唔需要上樓梯，只需要不斷落斜15分鐘就可以到達。就算係孭住好多食物同埋露營用品都好，都可以輕鬆到達。走到去沙灘嘅右手邊，呢度呢啲石頭幾有趣，零零舍舍呢個區域嘅石頭呢都沾滿晒藻類，好特別嘅淺綠色石頭。
呢度亦都相當近東壩嗰度，所以呢度都可以睇到一啲六角形岩柱嘅蹤影。右手邊呢度何止叫石灘，應該叫做大石灘先啱。塊石呢都咁巨大。咦？點解我會上咗嚟呢一度嘅？呢度望落去嘅風景同樣都係非常之靚。上嚟嘅原因其實係為咗執航拍機，因為今日打住5級風嘅關係，我嘅航拍機抵禦唔到風力，被吹開到去大海遠處，真係一個好唔愉快嘅經歷。所以今日就拍唔到好多航拍片俾大家欣賞啦。呢一度呢，就係白蠟灣左手邊嘅一個崖，都係一啲六角柱石砌成嘅崖，係非常之震撼同埋壯觀。今日嘅航拍片段就只有咁多。好啦，介紹完白蠟灣沙灘，我哋準備要去今日嘅目的地木棉洞。我哋行到去沙灘嘅左手邊，去木棉洞有2個嘅方法。第一呢，就係裙邊行過去，第二呢，就可以從山路上邊行過去木棉洞。去到望到草坪嘅呢個位呢，有條路就可以上山嘅。呢座山呢都唔算係好高嘅，所以都唔係好消耗體力。但係條路呢都幾崎嶇難行，又多碎石，又難識別條路出嚟，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。好多嘅分岔路呢，其實都係會匯合埋一齊，我哋只需要靠住右邊有路就行就得噶啦。開始望到前方呢會有一個山頭，咁我哋一路向住山頭行過去就得噶啦。行嘅過程有時都會遇到呢啲深坑嘅路，我就唔係咁中意踩落去行啦，通常都係側邊嗰度行過去。呢條路嘅難度呢，就唔算係好難嘅，亦都冇任何嘅危險性。不過陣間行去崖邊呢，大家就要小心啲啦。幾時要轉左行呢？就係望到右上方呢一塊石頭嘅 Y 字路口呢，我哋就可以轉左行。咁我哋而家呢，就行過去左手邊嗰條路，向住木棉洞嘅方向行過去。而向住石頭嘅方向行過去呢，就可以睇到一啲好壯麗嘅景致，包括係小破邊同埋望返去木棉洞嗰一度。去木棉洞就有少少嘅危險性，如果覺得自己去唔到嘅話呢，都可以向住石頭嘅方向行前去崖邊，遠距離欣賞木棉洞。呢度呢，就可以睇到前邊崖邊呢可以睇到嘅景致，包括就係小破邊呢一個崖都好有天涯海角嘅感覺。我哋最後呢都會去埋呢個崖度睇嘅，不過而家就率先去木棉洞先。走到去呢一個位呢，今日要睇嘅所有景致呢都可以望得到。左邊係木棉洞，右邊呢就係小破邊，中間就有一個石灘。呢一個壯闊開揚、湛藍清澈嘅大海，真係令人非常心曠神怡。其實呢一度每行幾步呢，都係一個觀賞風景嘅觀光點。唔同嘅位置、唔同嘅角度都有唔同嘅風光。喺行山嘅同時呢，大家都要不忘回頭一望，你都會發現到唔同嘅山勢景致幾咁壯麗。好快地，我哋行到嚟呢一個懸崖邊，直望嘅遠方，前面就係萬柱海岸。望落去下邊懸崖峭壁嘅深淵下邊，真係令人膽戰心驚。恐怕要現場睇呢，大家先可以感受到置身於呢一度嘅震撼。帶大家再睇下呢一邊嘅山勢，一排整齊垂直嘅六角柱石，相當壯觀奇妙。呢度每一步行近拍攝呢，都令我有啲心驚。大家行近懸崖邊呢，就要小心一啲啦，因為有陣時怪風吹埋嚟，都真係企唔穩。深淵嘅下邊呢一帶附近嘅岩石都係垂直一支支，非常之特別。行咗咁耐，我哋就終於走到嚟山頭嘅邊緣位置。木棉洞其實就喺我哋嘅腳下，不過大家就唔好心急行落去木棉洞啦，因為站在高處呢，我哋可以睇到更加多嘅景色。呢一個地方就能夠遠眺東壩附近嘅萬柱海岸，而前面呢一個洞呢，正正係我哋今日嘅目的地木棉洞。提醒翻大家，呢一帶呢係非常多碎石，所以我哋要小心啲行。行到呢一度呢，我真係好想用航拍機嚟拍攝啊！呢一帶嘅地質奇景真係非常之靚啊！但係鑑於今日嘅風勢太大，頭先白蠟灣都測試過風力，航拍機完全抵擋唔到風力，所以今日就冇再放航拍機啦。喺我腳下呢一個海蝕拱呢，就係木棉洞啦。今日嘅風勢大，亦都為呢一個地方帶來另一個奇景，就係呢一度嘅海浪。哇！你哋睇下，遠離岸邊突出嚟嘅礁石，有幾咁多白頭浪拍打，雪白一片，幾咁壯觀澎湃。
嗱，呢度行落去木棉洞呢，就只可以喺右手邊行落去嘅。不過我試下行過左手邊睇下可唔可行啦，似乎就唔係好行到嘅。越靠住左邊行過去呢，就越少可以踏腳嘅位，所以我都係返去右手邊行落去啦。透過睇住離岸嘅礁石，一啲湛藍清澈嘅大海，同埋強大嘅風浪拍打礁石，就可以體現出大自然嘅威力幾咁強大，而我哋人類嘅力量係幾咁渺小。上一次夏天嘅時候帶大家坐船嚟過呢一度，當時嘅天氣炎熱晴朗，風平浪靜，而今日嘅湧浪非常澎湃，危機處處，亦都颳起大風。對比返我今次再次重遊舊地嘅感覺，實在有好強烈嘅對比。今次呢一行可以俾我領略到大自然四季變更嘅奇妙。呢一度呢就係木棉洞啦。洞口呢就冇咩特別嘅轉變，唔同咗嘅係呢一度嘅海浪澎湃咗好多倍。咁呢一個木棉洞呢，其實係一個好著名嘅打卡景點。一般上洞我哋都可能要搭船出海，去到好遠先可以觀賞到咁宏偉嘅海蝕地貌。而呢一個木棉洞係香港少有咁大個洞口，而且又可以步行去得到嘅地方，亦都係一個好容易親近得到嘅地方。甚至可以喺洞口下邊游水都得。不過其實洞口下邊嘅水呢，就算喺夏天都非常之冰凍。可能係因為洞口呢擋住咗啲陽光，亦都有一個出風口嘅作用，所以下邊嘅水呢係好似冰水一樣咁凍。嗱，隨住風季嘅來臨呢，可以睇到洞口入邊澎湃嘅湧浪呢，就不斷向呢一邊推送。呢一啲大自然嘅景象，從書本上邊係永遠都感受唔到嘅。本來如果冇咁大浪，其實我哋可以通過呢一個洞口行過去對面嘅。不過今日游過去呢，就太過危險啦。好啦，欣賞完木棉洞，當然唔少得呢，就係行過去離岸嘅礁石嗰度，感受一下今日風浪嘅威力啦。哇，喺石溝之中呢，呢度可以發現到勁多嘅蟹啊，而且每一隻都好大隻。嗱，前面呢個石溝之中呢，可以睇到啲白頭浪呢，湧浪不絕。海水都好一段時間維持白色嘅狀態。嘗試再離開岸邊行出多少少，哇！呢一度呢可以睇到啲浪花四濺，望到周邊嘅海水呢幾咁鼓動不安。當我哋遇到煩惱嘅時候呢，我哋個心就好似海水一樣囉囉攣，有時呢仲會激起1米高嘅浪花。真係人有喜怒哀樂，大自然同樣都有喜怒哀樂。我自己邊感受風力，邊欣賞呢一度嘅風浪，都真係睇咗好耐。飛濺過嚟嘅浪花呢，都整到部 cam 濕晒，所以啲畫面呢都有少少朦啊。再嘗試行到去遠離岸邊最遠嘅礁石啦。哇！呢度呢係有大範圍嘅白頭浪，衝擊不絕咁拍打礁石。啲湧浪都未曾回得切嘅時候呢，就已經有新嘅湧浪推埋嚟。好啦，已經行到去礁石嘅最遠位置，俾大家一齊感受一下呢一度風浪幾咁震撼啦。站喺礁石嘅最遠處，呢度嘅風勢吹埋嚟，真係企都企唔穩啊！同大家欣賞過木棉洞，同埋感受過呢一度風浪嘅威力，呢一個旅途仲未完結，有另一處更加好嘅地方可以欣賞呢一度嘅風光。本來諗住可以橫過呢一個石灘，但係似乎前面有一塊好大塊嘅石頭，就好難可以攀爬過去啦。下一處欣賞風景嘅觀光點，就係翻轉頭先 Y 字分叉口嗰個位，嗰嚿大石嘅前邊。喺呢嚿大石嘅前邊繼續直行去到崖邊，呢條路呢就相當安全，冇咩危險性同埋難度。即使有觀眾去唔到頭先木棉洞嘅地方，呢
呢條路都係一條好簡單嘅路線，可以欣賞到風光。嗱，呢一度呢，就可以回望返去頭先行過嘅路，條路禿咗嘅位呢，就係受風化程度特別高、特別多碎石嘅位。哇！睇下呢一片嘅景象幾咁壯闊開揚，整個嘅山頭石灘一覽無遺。今日行起山上嚟呢，真係一啲都唔覺得攰，亦都唔覺得好熱。望到咁湛藍嘅海同埋咁壯觀嘅山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，不枉此行。呢一條路每一處都係一個好靚嘅觀光點，無論係大海出邊或者係附近嘅山勢，都令人嘩然。適逢風季，沿岸一帶風浪好大，每行一步都覺得好清涼、好舒服，真係非常推薦呢一個觀光點俾大家行。難度唔高，路程唔遠，要上山嘅路亦都好少，而且風景一絕，絕對係秋季最適合行嘅郊遊遠足路徑。呢度除咗可以望返去木棉洞之外呢，行前多少少，仲有一個小破邊洲。不過從上邊呢度欣賞呢，就會被下邊嘅岩石遮擋咗啦，所以我哋就要走落去下邊嗰一度。雖然呢有啲難行，不過落到下邊呢，我哋就可以睇晒成個嘅小破邊洲，同東壩一帶嘅破邊洲有幾分相似，都係一排排岩石組成嘅小洲。嗱，去到呢一度呢，今日白蠟木棉洞之旅呢，就差唔多欣賞晒所有嘅景點啦。同樣呢一度都係幾咁勇浪不絕。離開呢度嘅方法呢，最好就行返去山上邊，沿住山路一路行返去白蠟灣。不過唔想行返重複嘅路呢，聽講呢一條路都可以裙邊行返去白蠟灣沙灘嗰一度。呢度我見岩石嘅排列呢，都算係幾寬，所以都可能有機會行到出去。上邊呢一啲柱石呢，都係呈現一個螺旋形，都幾得意。呢一帶嘅岩石都係呈現一個鏽黃色，似乎佢哋嘅含鐵量都相當高。同樣都係一支支洞喺度，所以呢條路呢都幾寬。好，準備好呢，我就試驗一下呢度裙邊行出去可唔可行啦。其實裙邊行呢啲岩石路呢都幾好玩，難度呢就冇行石澗咁困難。呢度呢就發現咗一個深溝。哇！啲浪打上嚟呢，有時都會整濕個身。好，繼續行返出去啦。咁呢度嘅路呢，都唔算難行，一來啲石唔濕滑，亦都好防滑；二嚟亦都好容易揾到適合踩嘅石。主要係有兩個嘅難度位。第一個嘅難度就係呢一度啦，我哋需要跳落去下邊。跳落去就唔算高，不過最驚下邊有好多嘅碎石，一踩到啲石頭呢，就好容易拗柴。呢條路呢，並唔係冇風景睇，一陣間呢，我哋就可以睇到一個好靚嘅崖邊。呢度呢，就係第二個最困難嘅難關啦。望下呢度下邊幾咁深同埋斜，而下邊可以踏腳嘅位置非常之窄。有啲想放棄嘅時候呢，回望返去頭先行過嚟嘅路，哇！原來行咗咁遠噶啦，要返轉頭咪有排行。咁我一手揸 cam 呢，就冇辦法行到落去噶啦。唯有熄機用雙手扶住行落去，都總算行得到。因為有呢一個難關，所以我就唔建議大家行呢一條裙邊嘅路返出去啦。過咗呢一個難關之後嘅路呢，都相當輕易。咁喺呢一度呢，就揾到一個天池仔，一個好淺嘅水池。呢個池就真係太過淺啦，所以就唔係咁適合嬉水遊玩。而呢一度已經可以望到白蠟灣沙灘，我哋就快可以行到出去啦。再行前多少少，前面就有一個打卡必到嘅景點，就係呢一幅壯觀宏偉嘅六角柱崖啦。一排排一支支，非常之壯觀。呢度更加有破邊洲風琴崖嘅影子，褐色嘅風琴位更加有老城嘅味道。我哋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呢一個六角形岩柱嘅崖。真係相當之靚啊，好有弧度，好似一個瀡滑梯一樣。好，所有壯觀嘅打卡景點都同大家介紹完啦。不過呢一度仲有最後一個嘅打卡位，就係呢一條充滿住異國風情嘅小橋，加上沙灘，真係完美嘅襯托啊！打完卡放上 IG， 唔講仲以為你去咗外國嘅風情沙灘添。好啦，再一次同大家欣賞一下白蠟灣沙灘之美啦，真係睇見都令人身心舒暢啊！今日此行真係有好多打卡嘅地方，風光秀麗，希望你都會中意今日介紹嘅呢條片。
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呢，就可以俾一個 like 我，同埋訂閱我 channel， 同埋記得將條片分享俾你中意郊遊嘅朋友。請大家訂閱 David 大衛嘅頻道，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拍片動力。補充返，呢間士多賣嘅嘢呢真係好貴啊！想慳錢嘅話呢，最好自己帶齊足夠嘅水分同埋食物啦。哇！炒機嗰一下呢，真係令我好絕望啊！部機呢就喺呢一度呢開始失控啦，抵受唔到風力。當我越想飛前嘅時候呢，後邊嘅機尾就會升起，咁個食風面積就會增大。越係飛前呢，就越吹得厚。睇住啲電量越嚟越少，簡直就係倒數緊航拍機嘅生命啊！橫死掂死，橫掂都係葬身大海。跟住我就諗到一個折衷嘅方案，將架機把心一橫，撞向左手邊嘅山頭，炒落啲草叢上面都仲有一線生機可以揾得返，但係炒落大海就一定玩完噶啦。真係好彩都揾得返，失而復得。所以打風呢，真係唔好亂咁放機玩啦。